欢迎来到辟谣吧。5月14日，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名全副武装的18岁白人男子，在该市非裔社区的超市枪杀了10人，并在网络上直播行凶过程。此事一出，震惊全美，中英文媒体均有报道此案。在微信、推特上出现一些中文用户，将此事归结于民主党执政，称由于民主党推行政治正确，导致白人被反向种族歧视成为弱势，因此凶手要报复。此事与枪支暴力无关，真的是这样吗？有推特用户称，拜登上台后，美国仇恨犯罪增339%，而且枪击案多发在民主党州，枪支管控越严格的地方，枪击案越频繁。经核实，在司法部官网上发布的 FBI 收集的仇恨犯罪报告，2020年总共发生了8263件仇恨犯罪，比2019年有所增长，但拜登是在2021年才上任的。目前还没有官方发布的2021年仇恨犯罪数据。如果推特用户想说的是整体犯罪率的上升，并不是单指仇恨犯罪。FactCheck.org 发布过他们收集的2021年大部分时间犯罪数据，这个数据也并不符合所谓的增长3倍，所以这种说法是没有数据支持的。至于说枪击多发在兰州，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红蓝州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兰州也就是民主党州基本为东西沿海两岸，南方、中部基本都是红州，也就是共和党州。而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发布的，今年从1月1日起到5月18日起已经发生的枪击案地图来看，无论以何种缘由分类而绘制的地图，红点较为聚集的都是地图右下方，正是共和党把持的红州，也是枪支管制不严格的地方。再看看 CDC 发布的枪支死亡率数据，该图表中颜色越深的是枪支死亡率越高的州，可以明显看出颜色深的地区依然是共和党州。有时间的读者可以翻看前10数年的数据图表，结论基本一致。综上，无论是从枪击案发生数量、枪击案伤亡人数，还是枪击暴力致死的比例，都是频繁发生在枪支管控松懈的共和党州，与枪击案多发在民主党州，越管控越频繁的说法正好相反。宣扬枪击案越管越多，是鼓励拥枪的保守派试图自圆其说的谎话。除了以上2种捏造数据的说法，还有人说左媒只谈布法罗枪击案是白人至上，但不提黑人至上，双标。这个逻辑简单粗暴，完全忽略了黑人至上压根不存在的事实。白人至上是一种信念，认为白人比其他种族的人优越，因此白人应该主宰其他种族。这种信念倾向于维护和捍卫白人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不是因为某个白人杀黑人就产生的，而是此类仇恨犯罪发生的根源。历史证明，许多人在遵循这种信念行事，它产生了能被证实的、广泛的、持续的后果，比如白人私刑。包括臭名昭著的3K 党，也是信奉白人至上主义的产物。白人至上主义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恶劣影响，是因为美国社会结构中趋势在优待白人，给予白人特权，同时压迫和排挤其他族裔，有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在为它添砖加瓦。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才得以扎根在美国历史中。黑人至上主义这个说法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非裔在历史中长期处在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这个群体从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和可能来实践所谓黑人至上。仅凭个别事件就说存在黑人至上，不仅是歪曲事实，还是对整个非裔在美国历史上和当下所受到的苦难与长期不平等待遇的漠视。跟这种说法类似的还有称白人因左派的政治正确被反向歧视了，并认为白人受到不公对待，其实也是对种族主义了解浅薄导致的。种族主义信奉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优越性进行划分，种族主义在奴隶贸易、大屠杀、种族灭绝、殖民等事件中都发挥了作用。我们比较熟悉的黑奴制度、吉姆克劳法、排华法案等都是种族主义的产物。种族主义之所以能扎根生长、延续到今天，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在默许种族歧视的发生。这种结构性的压迫在历史中反复被验证，先是打压少数族裔，斩断他们的根基，切断他们向上的通道；另一边，白人手握资源，出人头地，反向佐证了白人种族的优越性。既然这么优越，更应该享有特权，应该主宰其他种族，逻辑闭环。又有人出来说，左派极度优待非裔、墨西哥裔等少数族裔，白人很惨，是政治正确把白人逼急了。
那左派到底是如何极度优待这些少数族裔的呢？无外乎说的是民主党提倡的教育平等、就业平等一类的给美国社会结构打补丁的政策。此类政策一般都是希望决策者能打破择优主义来弥补结构性种族歧视造成的伤害，因为根植在结构中的种族主义缺陷，如果是择优，择来择去都是白人，少数族裔没有向上的通道，这样的社会是不具备多样性的，是有违公平的，是符合白人至上主义的。要说左派的政治正确导致了白人仇恨犯罪，似乎有点过于牵强了。政治正确这个概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而白人至上主义的实践贯穿美国历史，早在政治正确出现之前就广泛的存在了。最后，我们要强调，除了要找布法罗枪击案的种族主义根源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此次事件是美国枪支暴力的一部分，是美国枪支文化催生的悲剧。一些账号鼓励拥枪，想撇清本案与枪支暴力的联系，称没有枪也可以用汽车啊。还有人附和说没有枪还能用刀哦，没有刀还能用高压锅啊。此类说法是在消解枪支暴力的严重性。车子、刀、高压锅等被发明出来，都是有不具备杀伤力的正当用途，而枪自被发明就是武器，武器一旦被滥用，造成的杀伤力是车子、刀子、锅子能相提并论的吗？综上，围绕布法罗枪击案的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均是出于鼓励拥枪、抹黑民主党、为白人开罪的政治目的，请读者不要上当受骗。感谢收看，我们已在辟谣吧网站上发布完整的核查文章，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辟谣吧频道和同名网站。我们下期见。